那我們開始把獅王的人形再進行一次拆分。首先，背包整個卸下來，還需要從背後的大炮這裡卸下來這2塊肩甲的造型，然後是背後這個紅色的小飛機後裙甲這裡也要拉出桿子，把這扣子拆開，肩甲整個拆除，手臂後方的這一塊零件拔下來，都是活的扣子。腿肚子後方的這一塊拔下來，接着前方的這一塊腿甲拔掉，2個腳丫子拔下来，再順着膝關節下方的 T 字滑槽把2條腿脫開。我們現在就把獅王拆碎成了這樣的聖衣形態，中間的這個身體也就是個聖衣架子，合體是用不到的。還有一個新的史達漫畫造型的頭雕，这些就是我們要準備穿着的全部內容了。裝甲變形，我們先拿出来其中的一條腿，翻開後邊這裡有一個蓋子，然後把裡邊的零件旋轉90度，填到前方，把這塊蓋子合上。拿出一只腳，把裡邊的零件往上頂，然後腳后跟旋轉180度，把這個軸放進去，順着下方這裡的方孔結合。它的合體腳踝關節是這一塊獅子腿外八的合金軸，上方這裡打開蓋子，雙關節拉出，然後旋轉一下，放到這面來，差不多折下來貼在這兒就行了，也沒有個固定的地方。裡邊的2塊蓋板打開，其實到現在的程度，拿出背包和大腳，還是可以合體成记忆形態的。另外配件裡還帶了一兜這樣的轉接件兒。通過這些零件的連接，你還可以給官方的 MP24 穿這一套獅王的裝甲。但我們要做的是合體它最終的一個漫畫造型。拿出這個腿甲來，裡邊的2個連接插頭都翻出來，下方這裡有一個梯形的滑槽，順着這一塊的凹插進去。現在還鎖不住啊，先把它打開。機頭的一半掰開這一塊的連接，打開這個，再把這個连接軸放進去。順着側面的凹洞給它插上，腿甲張開的狀態組合完成。獅王拆下來，前後2片肩甲，我們把這個爆甲的裝甲片打開，然後順着裡邊翻出來這個連接的關節，從炮上拆下來的這2塊，通過扣子進行連接。其實上面還有暴露很多螺絲孔的位置啊，在配件裡邊帶了一兜堵孔的零件，按自己的需求可以放上去，但是蓋上以後就挺难摳下来了。本體合体以前的準備工作，打開背包这一塊的扣子，我們需要順着後背這裡掛上2個加強的補件，作為牽拉筋，然後再把蓋子2側的扣眼對上。小臂側面的蓋板需要跟這裡打開卸下來，這一塊還是挺好拆的啊。扣上。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次的獅王只能和原色版本进行合體，因為這一塊的顏色是共通的。如果是用後來再版的那款金屬動畫色的話，這一塊的會有色差。然後是打開胸甲，把這2塊機翼旋轉180度放下來，頭雕拔開。在配件裡邊還有一個後腦勺的讀孔器，我們把它裝進去。安上以後，這一塊的空洞相當於增加了一塊脖子的美型度。再套上這個合體的腦袋。現在我們把整個腳疊放起來，變成這個方形，然後把裡邊的滑槽推進去。這個地方推的時候，滑槽會特別的緊啊，左右搖一搖，好，一點一點的挪進去。頂到這個程度就差不多了。安裝腿部時，這2片尼龍片側面這裡有2個扣子，對應插進這個縫隙，腳丫子2側的凹槽，我們把它踩進去。這塊踩到位就已經是一個夾緊的狀態了，掉不下來。這一片裝甲折疊回去的 T 字滑槽卡在這個地方，再把膝蓋甲上方這裡的鈎子給它掛上。手臂側面裝上獅王拆下來的2個臂夾，襠部插入獅王的後裙甲。肩甲扣合需要注意，前方是2個洞，後方是一個竖着的插槽，左右对應，给它扣合好。翅膀這裡打開後蓋，
利用到这2個插樁，背後插好，再把白色的蓋子夾過來勾住。最後一步，掏出這一塊小飛機的胸甲，上方這裡的插扣定好掛齊，給它勾上去。立台拔下來連接器，蓋子給它扣上，這邊反插一個握把。那麼好，鋼鐵變形獅王史達合體完成。哇，這個尺寸！我的天哪，到頭頂已經來到了38公分左右，背後大炮的最高處更是來到50公分。胸甲裡邊放2節 L2621的電池，就可以用自帶的磁鐵吸一下。其實胸甲的這個燈光還是挺亮的啊。第2檔就可以切換為常亮模式。但是這個大炮握在手上，其實還是挺影響可動的。我們還是握上键吧，換成這個长柄的键。合體裝甲的這種層次效果做得非常不錯啊，讓我覺得有點像電影裡邊天晴合體的那個味道啊。黑色的天火裡邊搭配紅藍的擎天柱，繼續往上走。全新的胸甲和整個的新頭雕樣子做的也是非常帥氣的，加入的燈光效果，還有獅王拆碎了以後重組的這一塊肩甲，讓整體的身體變得更寬，造型變得更加霸氣。2個巨大的翅膀，占地面積也是相當恐怖的。合體以後的這個漫畫新頭雕，張力看起來的效果也是非常強的。史達的2個胸甲反折向下，前方新加的小飛機翅膀在朝上，又有一種五角星嵌在胸口的那種感覺。整体的造型可以說是非常帥氣了，這一款的顏值確實沒得說。但是這一套也有挺致命的問題，沒有齒輪關節，胯部的這個軸，尤其加上了合體裝甲以後啊，支撐的穩定性，你正常擺放站立的姿勢是沒有問題的，稍微擺的幅度再大一點，胯部的這個軸就不足以支撐了，就容易出現劈叉的現象。畢竟這麼大的玩具太重了呀，還有這麼多的合金零件。腳踝這裡因為用獅腿做了接地關節啊，它在裡邊其實是一個尼龍對合金的關節，來回各種角度方向都可以旋轉。但也正因為這個關節裡邊尼龍韌性的問題，你站立的時候擺造型容易前後晃，倒是因為腳夠大還不至於晃倒。其實鋼鐵變形的這套獅王 DLC 啊，我並不會特意的挑它一些变形設計結構的毛病，畢竟最後是要拆碎了給史達做一套聖衣的樣式穿着在身上，所以插拔的結構在所難免。但其實這一套說到最終的合體，最大的問題還是史達的這些關節的支撐穩定性上邊，確實也是因為在加了這麼多的配件之後，整個的本體會非常的重。有些人以前總說討厭齒輪關節，因為做不好的話確實是很容易虛位的。但是像這種巨大尺寸的機甲，你沒有齒輪關節的支撐啊，確實在穩定性上邊會總覺得有一些危險。所以可能這也是現在第三方在做這些巨大合體機甲的時候所面臨的一大困難。還有一個解決的辦法，就是給它帶一個合金棍子的當托，把它撐起来。哎，這個時候你靠中間的合金棍子去支撐住它，這2個胯部的壓力就減小了。所以也是希望鋼鐵變形後續能出一個帶有合金棍子的支撐架，來讓這款獅王史達的合體放在你的櫃子裡邊更加的穩定。倒是我現在立正擺放，並沒有靠牆的情況下，問題還不大。可如果考慮到長時間站櫃擺放，其實還是有個支架支撐的話，會更加靠譜。或許在其他方面，它並沒有做到讓大家100%的滿意，但是就衝美型這一塊，也是絕對夠權威了。所以很聰明的鋼鐵變形也只做對了一件事情。獅王作為一款 DLC 的配件包，從人形到飛機、獸形以及最後合體的配件馬甲形態，捨棄掉了大家所追求的一體變形，換來的是4個形態，顏值質一般的飛升。更何況它還有其他的配件互動起來，可以跟 MP24 的官方史達進行合體，無形中在玩法上面又增加了一層。换句話說，如今的獅王能把這4個形態都兼顧下来，其實已經能達到了它所應該授予的預期值。最終合體，尤其肉眼觀感的這種巨大的震撼感，其實透過鏡頭是很難表達出來的。在旁邊放一個 SS86 的柱子，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這一款究竟有多大的震撼感了。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鋼鐵變形的獅王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